OK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气门积碳的状况，因为我们怀疑说它是不是那个气门积碳太严重了，所以它可能积碳卡在那个气门跟气门座之间，然后造成关不紧、漏气这种现象。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拆开来之后，我们可以去看到它的节流阀体这边其实蛮多机油的，大概也可以推测说这颗引擎它的 blow by 的量还蛮大的，然后。这个进气气管里面其实还蛮多机油的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进气门的状况。其实它进气门，整个进气导管虽然油的，可是它的进气门上面其实还蛮干净的，没有什么那种吃机油很严重，然后造成积碳的那种状况。现在我们来看到排气门的状况，它上面看起来其实都烧了白白的。这个的话，其实由它的火星塞陶瓷的部分，其实看到也是烧了白白的，可以相互呼应。比方说这颗引擎，它其实燃烧的温度其实还蛮高的，应该说它高速的时候有点稀薄燃烧这种现象，所以造成整个排气门烧了白白的。不过这个的话，也没有说很严重到有机油累积在上面，然后去造成说排气门关不紧的这种状况。现在我们来量测一下这一台车的燃油的压力状况到底是怎么样。这台车上面的话，我们已经先接了一个机械式的压力表，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电子式的压力表。因为机械式的压力表，它其实在低压的部分的话，它其实准确度没有那么高，所以我们用一个电子式的压力表。这个0到10bar，它代表的话是从0伏到10伏，它是蛮准确的，因为这个我们经过校正过。然后后面的话，当我们在测动态压力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会用到这个电子式的压力表，然后把它输入到我们的 App 2.0里面，然后在骑乘的过程中可以把它录制下来。现在我们来做一个静态它的压力的量测。我们把电门打开之后，就可以看到它的压力其实很快的就建立上来了。然后它目前电子式的是 2.53 公斤。OK， 它打完10秒以后，胖虎它停止打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它的压力其实下降的蛮快的。我们要去量测你的燃油的动态的压力的话，我们之前有说到说我们会把它接到我们的电脑里面，然后透过我们的 App， 然后去把它录下来。这个接线的话，因为我们有一个电子式的压力表，所以我们会把它的压力的输出的讯号把它接到我们的 ECU 里面。其实我们都知道 ECU 它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类比输入的 channel， 其实我们是要去利用它倾倒开关的那一个角位，它其实在 D3 的那个位置。我们把它接进来之后，然后再透过我们的 App 去看它的目前的倾倒开关的电压的话呢，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说现在的它的燃油压力是多少。如果说骑乘过程中有突然那种它滤网被卡住啊，然后油压建立不起来的这种情况的话，那其实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App 把它录下来，然后我们再把它调出来做分析，就可以知道说是不是这样去造成的。所以我们现在透过我们的 App 2.0的话，其实你进入折线图以后，你去选取你的倾倒开关，把它点进来之后，它其实就会以曲线图来呈现。然后目前我们看到我们3用电表上面量到电压是 1.16 伏，然后这上面看到是 1.17， 它其实差 0.01 伏，其实是非常的小。现在我们把它发动之后，你可以看到它的压力其实在 2.59 公斤、2.6公斤这个地方，然后这边也是 2.6 公斤，所以两个其实是蛮准确的。然后你去做一个加油门的动作的话，它的压力其实都是很稳定的，不会变化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喷油嘴它的雾化的状况，因为我们其实也会怀疑说是不是喷油嘴有阻塞到，所以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启动的时候，看一下喷油嘴它的雾化的状况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台车它的汽油胖脯的状况。我们把整个汽油胖脯的 module 把它拿起来，各位可以看得到，这个的话是 G6BACS 它的配备的汽油胖脯的 module。
可以看到它其实它的汽油滤网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脏。OK， 现在我们来让汽油胖虎运转一下，看它整个流的情况。你如果电门把它打开的时候，它汽油胖虎开始在运转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看到下面 ，OK， 它油已经开始从那个泄压阀那边流出来了。这个它配置的调压阀的话，它其实是类似这一种飞碟型的调压阀。那这种，它其实它的胖虎停止运转之后，它蓄压的能力可能会比较差一点。就是说，刚刚我们看到的状况，它是只要胖虎一停之后，它压力其实下降的很快。不过这个其实在运转过程中，它并不是太大的影响，因为你马达一运转之后，就是说你启动的瞬间，它马达开始运转，它压力其实很快又建立上来。刚刚我们看到汽油胖虎的滤网其实非常非常的脏，它上面其实已经卡了非常多的那一些我们叫做碳粒。它那个碳粒是怎么来的呢？其实，各位可以看到，你如果说从加油口进来这个汽油导管的话，它其实这个材质并不是可以耐汽油的，所以如果说你经常把你的汽油加得很满，它汽油在里面的话，它其实会溶出很多的橡胶，甚至说你橡胶成型时的加的那一些碳粉的话，久了以后，它其实很容易阻塞你的汽油的滤网。所以你看到你的汽油滤网黑黑的话，那个其实都已经非常非常脏，然后有可能在运转过程中，有可能就是会阻塞到，然后造成你吸不到油的那种情况。这一颗引擎那时候我们在拆解的时候，发现它的进气吸管其实蛮多机油的。所以我们在怀疑说，是不是博拜的量很大，甚至说是不是它的废机油管已经满了，吹漏器大的时候，其实就把整个机油吹到进气吸管。所以现在我们来拆开来看机油它的废油的量到底有多少。OK， 它其实里面那种蛮多水的，我们把它拆开来。对，整个水其实都满出来了，所以它里面的那个管路应该都已经满了。我们之前有稍微做一下药因分析，就是所谓的鱼骨图，去分析一下说还有哪一些可能的原因去造成那引擎呢发不动之后，然后要等大概10到20分钟，它才可以再发动。里面的话，其实还有剩2个点，我们还没有去澄清。第一个的话，就是说你的滤网是不是有塞住？我们之前有去做静态的它的油压的量测，它其实都是很正常。不过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个叫动态的量测，就等于说你去骑乘，然后高速的骑乘之后，如果说你的滤网有出现什么问题，比如说突然被卡住啊，然后造成它油压建立不起来的话，这个我们要做一个动态去量测它。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，我们会怀疑说，是不是你的旁通空气阀是不是有突然卡住啊，然后造成你的旁通空气进不来，然后你的引擎就没办法维持怠速，所以就会熄火掉。然后之后你要再发动的时候，因为它卡住了，所以你可能都发不起来。这个的话，我们也会做一些实验来去验证说，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去造成。接着我们实际上路进行道路测试，这个的目的的话是模拟出引擎熄火的那一种状况。我们也有透过我们 App 2.0去把所有的引擎参数把它记录下来，甚至连汽油压力我们也透过 App 2.0一起把它录制下来。当它如果说有发生引擎熄火的现象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录制的资料把它调出来，然后去分析看说哪一些参数是有异常的。从这里面的话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，然后去知道说 OK 到底是什么东西坏掉。汽油胖虎的压力我们是把它输入到 ECU 里面的倾倒开关的这个角位，0到10bar 的话代表0到10伏，所以我们看到2点多伏的话，其实是代表2点多公斤。然后沿路我们一直骑乘的话，把它的资料调出来看，汽油压力都在 2.4 到 2.6 公斤之间，其实压力都是蛮稳定的。
虽然在加减速的时候有稍微起伏，不过这个其实都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。我们测试的路线的话，是从我们桃园的公司出发，然后经过市区啊、省道，然后沿着台1线、台61线新碧公路一路往南骑，一直骑到台中的大甲镇南宫。我们去那边拜完之后，然后再回头。这个整个路程的话，其实包含了市区道路很慢速的骑乘啊，然后省道也有高速的骑乘。所以各种路况其实都有。这一台车的引擎的状况其实还蛮良好的，它整个骑乘过程中，我们大概骑乘了300多公里，然后从早上一路骑乘，然后中午甚至到晚上深夜这样一直骑，其实都非常良好，没有熄火的这个现象。然后我们看大直路去稍微拉一下尾速的话，其实也都可以拉到110公里以上。以它这一台车，它装了大胎的这种状况的话，它其实原厂引擎可以达到110，其实状况是蛮不错的。甚至说我们看一下它的转速的话，其实都可以拉到9400、9500 RPM， 其实引擎状况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。另外的话，我们去把它录制的资料把它调出来看，去看它在完全热车以后，它的 ABB 的开度的话，其实都维持在70、80度。这表示说它的节流阀体其实是蛮干净的，并没有说因为积碳而阻塞的那种现象，然后去造成说你的 ABB 要开很大来维持你的怠速。另外的话，我们去看它的闭回路的燃油修正量，它其实在怠速啊，甚至一些中小油门开度，它跑在闭回路的时候，它的修正量大概都是-5% 到-10%，这个的话其实是还蛮正常的。另外的话，我们也有去看它这一颗引擎温度，它的引擎温度的话，其实可以到130度 C， 这个的话，老实讲，以原厂的引擎来说，它其实还是蛮正常的。因为我们都知道光阳、三阳它的气缸头温度sensor的话，它其实并没有真的钻到那个油道里面，所以它量出来的温度其实会比一般的机油温度还稍微高一点。然后原厂引擎达到130，其实是还蛮正常的。这台车的话，之前在装这个油表的时候，其实有把空气都先排掉，然后装回去之后，发动之后，它其实有熄火掉，然后要发都发不起来。它其实里面油管里面是有空气的，不过那时候发不起来的话，你只要稍微带一下，稍微油门开一点点，再去发动的话，它其实就可以让它发起来。然后之后的话就蛮正常。现在的话，这部车从3月31号我们骑到大甲去，然后回来之后，它停驶差不多有6天的时间。然后它里面的管路应该都是充满了空气，因为它里面的油，它其实会从那个调压阀那边慢慢卸掉。所以我们现在预测它里面应该都是充满了空气。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发动，去看它会不会因为里面的空气排不出来，然后有去造成说它熄火，然后发不起来的这种状况。我现在做一个电门打开，然后让它胖虎先打10秒钟这个动作，然后我顺便把我的 App 2.0把它连上去，去记录一下油压的压力。它其实整个压力都有建立上来，只是说它里面有可能是蛮多空气的，你看它瞬间就掉到0去了，所以里面应该是蛮多空气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去做一个发动的动作。它其实可以顺利的发动起来，可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做一个吹油门的动作，我不晓得它会不会熄火掉。OK， 它其实看起来都还蛮正常的，然后它的油压也都很稳定，没有不足，低到很低的那种状况。这一台的话是三洋的5代的 Fighter。
它的燃油管路的话，那个其实跟光阳的设计的都不大一样。你可以注意看到它的话，从路油管到喷油嘴这边，然后再回去的话，它其实是2条管路，跟一般光阳的只有1条管路的话，它其实是不大一样的。这个设计的话，当然有一些好处，也有一些缺点。这个好处的话，就是说，当你车子停了很多天没有发动的话，它里面其实都已经是空气了。如果说在启动的那一瞬间，它其实可以把空气油打上来之后，把空气推到油箱里面，到那个调压阀那边就把它卸掉的话，这样其实是蛮好的设计，就是说你可以快速的把空气排掉。可是这样的设计的话，当然有另外一个缺点，就是说你这样一直在循环的话，它这个管路的话，其实通过引擎这边的话，它其实会把引擎的热其实大量带到油箱里面，所以它的燃油温度有可能会稍微比较高一点。我们跟车友借了这一部车来调查，说是不是会有那种集成发不动，然后需要等10-20分钟才可以发动的，来调查它的原因。这个的话，其实我们借了大概3个礼拜的时间，然后每天上下班骑乘啊，甚至说我们还挑了一天去做一个长途的测试，大概来回有300公里。这个的话，其实都没有遇到这种熄火发不动的这种现象，所以后续的话，我们会跟车主协调说 ，OK， 我们就把设备借给你，甚至说我们的 App 2.0也一样给车主，然后让他在后续去骑乘，然后继续看有没有遇到那种熄火发不动的状况，然后透过我们 App 2.0把它录下来之后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，OK。大概到底是哪个参数出问题，然后是不是油压，甚至说 OK 是不是 ABB 出了问题啊？这个的话，我们会请车主再来做后续的追踪。然后另外的话，一般的车友如果说真的遇到那种熄火发不动这种状况的话，其实你要找到原因的话，其实你要记住引擎要爆炸，它其实有3个很重要的因素。第一个的话就是油啊，然后第2个是点火，然后第3个的话就是你的压缩。所以你如果说照这几个顺序，然后一一的去排除它的故障的不良的原因的话，那个其实你蛮容易找到它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去造成它发不动的。我们也有提供一个药因分析，就初步的药因分析，你其实可以照着这上面的一些它的一个方向，一个一个去看，说到底是不是有这个问题的发生的可能性，然后一一的去把它排除掉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很容易的去找到你的问题点。然后下一集的话，我们会可能要进入我们的重点了，就是说我们的全取代的电脑，我们已经有准备了一台61缸的VJR 125。这个的话，我们会教各位来怎么去当你去改缸之后，怎么去做一个很简单的去调整你的燃油啊，甚至点火，甚至说你的 O2 的开闭回路。这个我们在下一集会为各位介绍。